不用廚師機，不用費力揉麵，免油版的鮮奶吐司來啦！組織細膩，棉花般柔軟，還可以拉絲。這個配方是經過我多次去調試的，因為它的含水量是非常高，就算不加麵種呢，它也是非常柔軟的。天氣比較熱的時候，牛奶要提前凍一下，最好凍成有冰渣的狀態。3克的耐高糖酵母，這個是一個微甜的分量。一個雞蛋帶殼是60克重，去殼後是50克。先把以上的材料混合均勻。因為這是一個免油的吐司，我們要用蛋白質含量高一點的高筋麵粉或者是麵包粉來做。加入鹽，攪拌至一個無乾粉的狀態。黃油是提前融化到液體狀，然後冷卻到不燙手。加進來，刮刀從外往內折疊，直到黃油完全被吸收。這個時候呢，麵團是非常粘手的。表面塗上一些植物油保濕，蓋上保鮮膜，放入冰箱冷藏水和40分鐘。如果你的麵团和我一樣已經超過了24度，就可以直接放入冰箱的冷凍室，冷凍40分鐘。第一次冷藏過後，麵团就已經可以拉出這種粗膜。手上可以抹一點油去防粘。麵团從外往內拉伸去折疊，折疊大約2至3圈，直到拉不動為止。然後呢，我們再把它撈圓，這樣就可以了。有很多小夥伴留言說做出來的麵包味道像饅頭，其實就是麵团在水和或者鬆弛的過程中，麵团提前發酵。我們要把麵团的溫度控制在24度以下。現在繼續放入冰箱冷藏水和20分鐘。如果麵溫過高的話，可以直接放到冷凍室。案板上撒上少量的乾麵粉防粘，麵团轉移到案板上，光滑面朝下，表面撒上少量的乾麵粉，從外往內拉伸去折疊，表面可以再撒一些乾麵粉，這不能多啊，一點點。這動作一定要輕揉啊，拉不動那就停下來。最後團出一個光滑的面，這樣就可以了。繼續放入冰箱冷藏鬆弛20分鐘。現在我們來進行最後的一次拉伸折疊，按壓，折疊，折疊出一個光滑的面就可以了。現在來進行第一次發酵，放入烤箱28度發酵至2倍大，旁邊放一碗熱水增加濕度。發酵好的麵團是有一種輕飄飄的感覺，手上沾一些乾麵粉，檢查一下麵團，有輕微的潰彈，但是不會塌陷，這個麵團就是發酵好了。輕輕按壓排氣，把麵團平均分成3份，每個麵團的重量大約是183克。光滑面朝下折疊，反過來再收圓。密封鬆弛20分鐘，手上和案板可以抹一點植物油。取出鬆弛好的麵團，輕輕地按壓排氣，擀成一個長方形，按壓排氣，兩側往中間對折，從中間擀開，擀成大約35厘米的長度，底部捏薄，從上往下輕輕地捲起來，不要捲得太緊。同一個方向，收口處朝下，放入模具。烤箱32度發酵至9分滿，旁邊放一碗熱水，增加濕度。發酵好的麵團表面塗上鮮奶或者是雞蛋液。吐司上色後，蓋上錫紙防止烤糊。黑色和金色模具的烘烤溫度已經打在屏幕上了。趁熱在表面塗上一層黃油。這一個呢是3天前做的，還是很柔軟。麵包還有一點餘溫的時候呢，就要及時密封去保存，放2、3天呢也不會發硬的。趕緊去試一下吧，等你們來交作業。